这别人穿越都是俯首称臣，我这好不容易穿越，怎么着也得弄个皇帝来当吧？可我这一没系统，二没家庭背景，既然要往上走，那我就不能以农民的身份在这生活。而古代跨越阶级最好的方法就是科举，可这科举具体考些什么呢？看来还得先报个班学习一下才行啊。可这钱又从哪里来呢？然而赶巧的是，今天刚好是叶家选人念书的日子。叶晓峰一听有人雪中送炭，于是便跟着原主的父母来到了叶家宗祠。待全家25口人到齐后，叶家家主叶长生这才开始发话：咱们跟赵二流子的官司输了，连同打官司的费用被坑了60多两银子。你们兄弟中有人对叶东有意见，毕竟只有他识字，看得懂赵二流子的那个文书。但是咱们也不能全怪叶东，毕竟他只读了1年的私塾，能识几个字就不错了。赵二流子既然给咱故意设了套，他就不会让咱们轻易看出来。要怪只能怪咱们都大意了，就不该请他赵三进当这个中间人。要找个人怪，就先怪我，当时是我拍板同意的，叶东只是代表我们签了字。这几天我想了很多，终于想通了。我们叶家从长远打算，必须有人念书。这念书不能只是像叶东一般识几个字就行，还得明事理，最好能考个秀才出来，不然以后咱们就算赚再多的钱，到头来还会像今天一样竹篮打水一场空。爹，可我们家里刚出了这么大事儿，哪里还有银子供孩子念书啊？我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大家就咬咬牙，省吃俭用，再更加努力赚钱。赚了钱，我们以后就全力供孩子念书。赚不到钱的话，就是卖田卖地，也至少要供一个叶家的孩子念书。爹，那你觉得让谁去念书比较好呢？具体选谁，我不能偏袒任何人。不过，我想需要符合以下2个条件的人才能去念书。其一，孩子必须是念书的料，如果花了银子还念不好书，那银子就白花了。其二，必须是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具体我看就从6岁到10岁的几个孩子中选1人。然而就在众人都还在思考叶长生的话时，大儿子叶春却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了。爹，第1条我同意，但是对于规定孩子的念书年龄我有不同看法。这年头10多岁开始念书的多的是，那赵三进都30多岁了，不也还在念书吗？这个年龄我是去张夫子那里问过了的，他说年龄太大和太小的孩子不适合启蒙。老大你不要有意见，将来你的侄儿有出息了，同样会孝敬你的。我们没有分家，都是一家人，谁去都一样。叶长生在这个家里不是那种独断专行的家长，却也有一定的威信。他这样一说，叶春虽然心里不满，但也不得不接受。爹，你说只选1个人，那现在就只有小荣、小华、小付3人符合年纪要求，那你觉得他们3个孩子谁是念书的料呢？谁是念书的料，我们都没有能力选择。我昨天去请了张夫子，等下他就会过来。等他来了，让他出题考教一下3人，谁答得好就选谁去。众人闻言也都觉得很有道理。这下终于没有人再说话了。可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响了起来。1个多月没有说话的叶晓峰突然说话了：爷爷，我也要参加。听到叶晓峰突然开口说话了，叶长生先是一惊，随即又是心里一喜。这孩子不是哑了吗？然而还没等叶长生发话，叶春却突然怒喝了起来：小孩子插什么嘴？大人说话你听着就好。叶春，小峰刚刚大病一场，难得他开口说话，你凶什么凶？小峰，别管你大伯，你说说为什么你也想参加？爷爷，我今年12岁，如果我去念书，一定考个状元回来。好大的口气，这孩子你知道什么是状元吗？听到叶晓峰的话，叶长生震惊地张大了嘴巴，叶东夫妇更是激动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叶长生一直认为这叶晓峰是孙子辈中最聪明的，原先也考虑过让他成为念书人选，只可惜叶晓峰大病一场后变成了哑巴，加上叶东最近太不得人心，就只好把他踢出读书候选的名单。哪知道叶晓峰竟然在这种关键时刻开悟，说出话来，还张口便是要做状元，这可真是意外之喜。于是叶长生满面笑容，慈祥地问道：小峰，你知道什么是状元吗？知道，就是大荣朝念书最好的人。如果我去念书，我一定发奋努力，考个大荣朝第1的状元郎。此话一出，顿时满堂皆惊，尤其是叶东夫妇再也控制不住那激动的眼泪。行，小峰也参加张夫子的考教。叶长生一兴奋，当场就拍板答应了。可这下叶春夫妇却不高兴了。叶春立说道：爹，你不能太偏心了。小峰说2句天真的话，还真当他就能成为状元郎了。要是小峰能参加，那小才也要参加。最后叶长生也只得同意让13岁的叶小才也参加进来，于是候选人从3人变成了5人。
博士生意外穿越到古代，本想着凭借自己上一世的才华，争个家族唯一的读书名额应该不成问题。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夫子出的第一题就把他难住了。叶家小童，儒家书官司，实为不泯数字，一半东头，若改为赵家大院一半，谓之为东头，便无者无端遭难，无第一问，便与数字相关。尔等要听仔细，再行回答。今有一树，树上栖鸟，箭射之，以鸟中箭，坠之。问：树上余鸟几何？众人一听，这也太简单了。虽然大家都没读过书，但简单的算术还是没有问题的。7只鸟被射下1只，不还有6只吗？6只。树上无鸟。树上无鸟或1到6只都有可能。听到儿子叶小荣回答无鸟，叶夏心里急得像被猫爪挠了一样。这孩子平时很聪明的，这么简单的问题竟然说无鸟。顿时叶夏就恨不得上去抽叶小荣一个耳光，但听叶小峰说皆有可能时，不由得会心的笑了。哈哈，幸亏有一个比小荣更笨的叶小峰。这时张夫子又问道：何故？回答6鸟的3人都答，原先7只，掉了1只，7去其1得6，当然只剩6只。而叶小荣则回答：先有7只，1只被箭射落，其余的鸟会吓得飞走了，所以树上无鸟了。其实张夫子的答案也正是叶小荣的答案。听了后不由得颔首赞许。众人一听也觉得叶小荣说的有理，其余人都只考虑了数字，没有考虑被吓跑。看来还是叶小荣更胜一筹。叶夏听到叶小荣的回答，高兴地一拍大腿，差点跳了起来。看来儿子比自己聪明啊，幸亏刚刚没有冲上去打他耳光，不然这人可丢大了。而接下来便轮到了叶小峰回答。若是所有的鸟都正常，那小荣回答的无鸟是正确的。但如果这些鸟里面有聋子、瞎子或者傻子，就不会被吓到。故可能树上没有鸟了，也可能还剩1到6只。叶小峰话落，顿时满座皆惊，大人们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巴。显然他们都认为叶小峰思虑更周全，回答得更准确。可谁知张夫子却宣布道：此题叶小荣胜出，叶小峰次之。先生，为何？尔乃有诡辩之嫌。诡辩什么意思？众人都听不懂，唯有叶小峰听懂了。这道题在现代也就是个脑筋急转弯，而且大部分人都会给出叶小荣的回答。然而叶小峰聪慧至此，当然不会拘泥于现成的答案。脑筋急转弯的本质不过就是变着法让答案合理，只要合理就无不可。这古人到底是迂腐不知变通，还是端着古代读书人的傲气不肯认这个答案？听到是叶小荣胜出，原来以为叶小峰胜了的叶夏不由得喜出望外。其余人很不解，但都认为张夫子出的题，张夫子的话自然是正确的。接下来张夫子再次出题：方田今有田广7步，从8步，问为田几何？这下所有的人都哑了。田广7步，从8步是什么鬼？包括所有的大人都没有人知道答案。如果通俗的问宽7步，长8步，那他们能懂。可偏偏张夫子文绉绉的。这时叶小峰心里笑了一下，这张夫子还真是酸儒，明知叶家没有读书人，破不了题，更何况几个小孩。而他倒是知道，这题是9章算术的经典。作为前世的博士生，9章算术他当然是看过的。这道题也就是题干晦涩难通，说白了只是最基础的乘法运算。不过叶小峰也不着急，等着看其他人回答，说不定有人能猜出来呢。于是他便抬眼看了看其余兄弟，发现除了叶小荣在一个一个的掰着手指头，其余3人都是一脸的不解。张夫子见没有人回答，于是道：这题的确也为难你们了，既然都答不上来，那就算了，我们再来下一题。叶小峰一看时机到了，便立刻举手道：先生，我知道。先生，我知道，是56步。众人闻言齐齐看向张夫子，都想知道叶小峰回答的是否正确。然而张夫子却是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叶小峰，他一度怀疑这小子是懵的，于是又问道：田广15步，从20步，为田几何？300步，或者1亩1角。谁也没想到叶小峰竟不假思索地回答了出来。张夫子闻言瞬间大喜，此题叶小峰胜出。听到这个结果，叶东激动不已，叶长生也是兴奋异常，叶秋则是感到很惊奇，而叶春、叶夏则有点愤恨，显然是在责怪夫子出了一道怪题。恰巧叶小峰走了狗屎运，知道答案。现在叶小荣和叶小峰打成平手，接下来谁能答对第3题，谁就是最后人选。如果是其他人胜出，那就再问下一题。接下来老夫会给你们每人念一段文章，念完之后尔等跟着念一遍，谁念得正确且念得最多最长者胜出。众人闻言也再次认真起来。这次张夫子首先指定叶小峰跟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可谁知张夫子念完，叶晓峰竟也一字不差的全部念了出来。张夫子这次震惊的瞪大了眼睛，再次念了一段30多字的文章。没想到叶晓峰也是一字不错的跟着念了出来。奇才，奇才也！老夫教书20余载，没有学生启蒙，我都会考教他们的记忆力。普通人也就能跟读10字左右，天赋好的能跟读20来个字，而那几个人也就都考上了秀才。但像你这样能听一遍把一整段话30多字记下来的，简直闻所未闻。夫子话落，顿时满座皆惊。而此时叶晓峰自己也很奇怪，没想到这穿越过来记忆力竟这么好。随即张夫子又看向其他几个孩子问道：尔等还有何人认为自己能胜过叶晓峰的吗？其余人闻言一个个垂头丧气，只有叶小荣道：我虽然没有小峰哥厉害，不过我也想试试。叶小荣本来就十分看重这个机会，就这样白白让给叶晓峰，实在是不甘心。于是张夫子也考笑了叶小荣一段话，没想到他竟然也背到了第25个字。没想到这叶家的2个孩子竟这般聪明，只可惜只能送1个孩子念书。张夫子一连见到2个读书的好苗子，满心都是势必要教出个举人的壮志。此时他已经没有来时端着的架子，看向叶长生道：老哥，叶晓峰和叶小荣这2个孩子都是念书的料，要不然就咬咬牙把2个孩子都送到我那里去念书吧。那个叶晓峰前途不可限量，如果不出意外，不出10年定能中个举人，甚至进士也有可能。至于叶小荣中个秀才，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再努力一些，说不准叶家能出2个举人呢。此话一出，叶家人顿时被这2个举人名头砸得发晕。要知道整个义安县都有几个举人，要是真能1门2举人，那是何等光耀门楣的事。但2个举人的未来只是有可能，摆在眼前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贫穷。叶长生既是高兴又是为难，送1个去念书都得卖田卖地，要送2个人去念书，那不得倾家荡产才供得起啊！2人去读，想都不用想了。而这时的叶小荣也自知自己应该是没有机会了，所以便想着卖叶晓峰一个人情。于是叶小荣便主动说道：我自知念书会比不上小峰哥，不如就让他一人去念书好了。叶夏一听儿子要主动退让，不由得心中怒火中烧，正要发作，却听大哥叶春发话了：爹，小峰和小荣都是念书的料，我们又一时送不起2人。不过我有个想法，按张夫子的说法是6岁到10岁的孩子更适合启蒙，不如先让小荣去读，我们家以后更加努力赚钱，等我们家里有钱了，就再送小峰去读就可。而叶春这个大哥一直与小弟叶东不对付，这话摆明的就是针对他的。叶东听了大哥的话，心里很不舒服，却又无可奈何。然而就在这时，叶秋却发话了：爹，大哥的话不妥，既然之前定了规矩，由张夫子选人，谁答得好就选谁，显然小峰更加突出，我们不能耽误了小峰的前程。就这样，叶东、叶秋一方，叶夏、叶春一方争得面红耳赤起来。而叶晓峰见状，则是起身默默往后退了一步，将自己从战局中心抽出。看到这一幕，他不由想起了前世在读研读博时的那些明争暗斗。不论哪个年代，不论有无亲缘关系，人总是会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而一群婆娘们见到这一幕，也各自加入到了争吵之列。好了，都不要吵了。你们心里如果还有我这个当家人，那么这事既由我提出，那也由我拍板决定。然而话还未讲完，大嫂刘氏就立刻反驳道：爹，其余的事情你当家我们都能接受，但这件事你不能做主，怎么做都是偏心。那你说这是谁做主？怎么解决？要不还是像以前一样，谁都不要送去念书，这样就没有矛盾了。不行，我说了，家里要有人念书，就必须有人念书。你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什么？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解决了。什么办法？什么办法？这时众人也齐齐看向刘氏，分家，谁的孩子想念书，谁自己送，不要牵扯到别人。此话一出，叶长生差点气晕过去。这年头，家族观念很重，一个大的家族可庇护家族众人不被欺负，而叶家在赵家村又是外来户，被人欺负那是家常便饭。好不容易现在全家有了20多人，怎么能分家呢？可叶夏一听大嫂的话，心里却是一喜。分家好啊，我可还有10多两银子的私房钱，而不分家的话还要还20多两银子的债务。如果分家，那这10多两银子就实打实是我的了。于是也不顾老父亲生气，叶夏当场表示：我同意大嫂说的，我家小荣以后能考举人的话，我自己花钱送他读书。听叶夏这样一说，叶长生心里也舒服了一些，至少自己想让晚辈念书的心愿，看来也只有这样才能达成。于是叶长生又看向叶秋：老三，你怎么看？我听爹的。老四，
你呢？而叶东想的就比较多了。这段日子以来，大哥大嫂明里暗里都在嫌弃他败了家，好像他占了天大的便宜。要是分了家，叶东家就可以不占大家的便宜了。另外，儿子叶晓峰这么聪明，如果不分家，那可能永远都没有念书的机会。不如分家后，自己与娘子苏氏一起努力打拼，或许还有机会为儿子搏一个前程。于是略作思考之后，叶东缓缓说道：爹娘，各位兄嫂，我回家没有交1两银子，说白了，这些日子来吃的住的用的都是几位亲人的。我理解大哥大嫂提出分家的要求，如果爹爹同意，我也同意，并且由于我的过错，我还愿意承担家里欠下的这20多两银子的债务。小峰念不念书，也由我与我娘子负责。此话一说，叶长生和老伴都不由得心里一痛，在他们的心里，其实一直最疼爱的就是老四。现在老四时运不济，他却反而想要承担所有20多两银子的债务。可叶长生正要发话，不能让老四全部承担，刘氏却立即开口了：老四，你不要觉得委屈，与张二流子签的文书是你签的字画的呀，按理那50-60两银子的损失也应该由你负担。住口！还有完没完了？老四签的字没错，但当时你们几兄弟都在场，而且当时老四还质问了一句，而你们几人屁都没放一个，还都点头同意了，老四才签字的。要说责任，我的责任最大，老大、老二、老三也有责任。刘氏闻言，心里很不服，却也没再反驳。也罢，分家就分家好了。就这样，一场本来是选孩子上学的议事，变成了分家的议事。在分家产的过程中，一些锅碗瓢盆的小件还好分，可在田地的分家上却有了很大的分歧。叶家有果园和良田，可大家都想要良田，毕竟这年头水果很不值钱，于是一家人又为此吵了起来。但在叶晓峰看来，相比粮食，水果的附加价值无疑更高，也更有操作性。于是他立马来到叶东身边，拉了拉他的袖子。而此时叶东这边正吵得难舍难分，突然被儿子扯了袖子，他低下头，发现叶晓峰正乖巧地望着他，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小峰，你是有什么想说的吗？爹，咱们要那些果园吧，我有办法让他赚钱。叶东闻言奇怪地看了一眼叶晓峰，心想他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办法？但转念一想，反正果园的打理简单，自己要还那20多两银子的债务，还是得依靠外出打拼，不如把良田的分配权让出，主动只要了那12亩果园。于是就这样，叶春、叶夏、叶秋三家各分得良田10亩，而叶东则分得了果园12亩，另外还分担了家里的全部20多两银子的债务。另外，在老爷子的要求下，每家每年必须向他老俩口上交2两银子养老费，而这其实是老两口的私心，想着万一小儿子将来只分了果园，没有饭吃，他们还能帮一下。而4兄弟则各有心思，但基本都想分家，为了让老爷子不再阻止分家，也就都同意了。分家议事结束后，张夫子找到叶东，他答应免除叶晓峰束修，叶东只要提供孩子的生活费和其他读书费用就行了。可不想叶晓峰却谢绝了张夫子的好意，理由是自己年纪还小，家里困难。其实是这一通架吵下来，叶晓峰这才算看明白，原来这春夏秋冬4家，就自家是真穷，穷的跟冬天白茫茫大地似的。他要是这时候去上私塾，家里少了个干活的不说，还要花更多的钱去念书。叶晓峰可不想还没科考就让这对便宜爹妈破产了，于是他便打算先一边帮助便宜老爹赚钱，一边自学。即便已经穿越了，但我前世好歹也是个京大材料化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只要能够将那些材料的制作改成古代技术也能做到的程度，发明出几件仿现代材料的好东西出来，要赚钱那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就是得想个办法让爹娘接受自己为什么突然懂得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于是回到家后，叶晓峰便神神秘秘地关紧了门窗，然后又将叶东夫妇叫到了一起。见儿子这神神秘秘的样子，夫妻2人都只觉得儿子可爱，却不知接下来叶晓峰说的话会彻底颠覆他们的三观。爹娘，儿子有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们说，你们得保证不将儿子说的说给别人听，包括爷爷奶奶。行，我们答应儿子。爹娘，是不是这2个月来你们都觉得我傻傻的？叶东夫妻闻言点了点头。其实这2个月来我一直都在做梦，我一个梦了2个月的时间，直到今天我才从梦里面醒来。是啊，这2个月来，小峰都是目光呆滞，一言不发，一些举动都令人匪夷所思。原来他是在睁着眼睛做梦啊！没错，而且我在梦里还梦到了一个神人，那人满头白发，长长的胡须像银子一样白，都拖到了地上。他每天手把手的教我很多东西，包括今天张夫子考教我的那些东西都是他教给我的。虽然只有20多天，但我在梦里过了20多年。听叶晓峰这样一说，夫妻2人当时就震惊地张大了嘴巴，这不由得他们不信。因为张夫子考教的那些知识，就是叶东上过1年私塾，加上是成年人，也答不出来。
原来还以为只是儿子聪明，没想到竟然是有神人在梦里教的他。儿子，那他还教了你一些什么？是不是说你能考上状元？叶晓峰想到考状元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前世是个博士，现在还有了超强记忆力的加持，对于考个秀才举人他还是很有信心的，于是便摇了摇头道：那倒没有，不过他说我已经学会了他的一身本事，以后一定有很大的出息，我想至少考个秀才举人之类的肯定没有问题。叶东一听，激动的差点跳了起来。真的？那可太好了！今天张夫子也说了，你如果念书，一定能考个举人甚至进士，考了举人就能当官了。苏轼也十分激动，可还没等二人激动完，又听儿子轻声说道：爹爹娘亲，这不是最重要的，秀才举人那都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了，重要的是他教给了我很多赚钱方法，他说只要你们按我说的做，你们很快就能赚到很多很多的钱。真的？苏轼显然对儿子的这话更感兴趣，毕竟刚分了家，家里还背负了那么多债务。叶东却有点不敢相信，问道：那你先跟爹说个赚钱的方法好吗？第一个赚钱的方法我已经告诉你了啊。嘿嘿，叶东夫妻，你看我，我看你，刚才好像没说什么赚钱的方法吧？儿子，你快说，你刚才跟我们说了什么赚钱的方法啊？就是分家时让你们选择要果园不要田地啊。这就是那神人教你的赚钱方法？夫妻二人闻言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本以为有什么一夜暴富的好法子，没想到却是这么个不靠谱的赚钱法。这果园都种了几十年了，从来没有人能靠着果园发财的。这果园都种了几十年了，从来没有人能靠着果园发财的。别急，现在才开春，等到果子成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多了不讲，这12亩果园，一年赚几百两银子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可夫妻二人闻言，脸上毫无波澜，明显是不相信这果园能赚钱。看来还是只能搬出梦里的神人，还有得先找一个立马让他们不得不相信的法子。爹娘，你们就是急性子，不相信我的话，难道还不相信我梦里的神人？要不然今天张夫子考教我怎么能对答如流？说起今天张夫子对儿子的考教，叶东夫妻又一脸的幸福。是呀，儿子以前是聪明，可也没有今天这么亮眼啊。先不管儿子说的对与不对，先听儿子的。我说的通过果园赚钱，可不是像以前一样种水果，把果子卖掉赚钱，而是要按那神人教给我的办法，把以前1文钱一个的桃子买到几十上百文钱一个。至于如何做到，现在讲不清。而且什么一个桃子居然能卖到上百文，这不太可能吧？不过一想到儿子有神人托梦，他们又觉得这应该是真的，潜意识里他们也很想是真的，所以宁愿相信是真的，也不愿破坏这美好愿景。于是赶忙又让儿子继续说，而且为了让水果卖到高价，在水果成熟之前，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有本钱，我会先想一个办法赚些钱。至于水果，我们先把水果种好，等到需要的时候再说。不过也许我们今年都来不及了。现在爹有2件重要的事情要办，一是我们要打理好果园，尽量保证今年的水果丰收；二是我想让爹爹带我出去走走，比如去一趟县城。这好办，打理果园你爷爷就是这方面的能手。以前果园只要经过你爷爷的打理，不管桃树、李树还是苹果树，都会结上满满的果子。待到果子成熟之时，还要打桩支撑呢，不然果子都能把树枝压断。只是这些年果子卖不上什么价钱，还放手了。至于出去走走，那就等有了机会再说吧。叶晓峰还在冥思苦想这第1桶金如何能赚下来，制玻璃、制肥集这些他都能做到，可没有钱你连原材料都买不到，又何谈创业？然而令叶晓峰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他的机会就来了，并且还真是空手套白狼，一下子小赚了一笔。第2天一早，叶东拉着叶长生进了果园，当然他还记得儿子说过的不能把儿子说的话说给别人听。不过这果园施肥减脂现在正当时，不可耽搁，万一儿子说的是真的呢？而老爷子昨晚上也正想着如何帮一把小儿子，就是叶东不来找他，他也要把毕生的种果树经验传给他。谁让这儿子太实诚，只分了12亩不值钱的果园呢？这些天只要叶东一进果园，叶长生便跟着来了，一边示范一边讲解，恨不得能把所有的经验都教给儿子。除草、剪枝、10份施肥，12亩果园真要干活，那还是有很多事做的。一开始还没什么，但见老爷子天天都在果园里帮叶东干活，有人心里就不舒服了。除了打点果园，叶东每天还要上山打柴。这年头家里烧水做饭都是烧柴火，现在分家了，各家自然是自己上山打柴。叶家的山地没有分家，这些天大伯叶春和二伯叶夏都是从早到晚都在砍柴，而叶东却只能利用空闲时间，每天从山里挑2担柴回家。叶晓峰见老爹每天都要去打柴，于是便问道，爹，我们这里有煤炭吗？叶东闻言一愣，什么是煤炭？叶晓峰这才想起这个年代还不叫煤炭，却又一时记不起煤炭的在这个时代的名称，便把煤炭的样子描述了一遍。
叶东这才恍然大悟，你说的是石炭吧？我们这里没有，不过你老爷家的山里到处都是，那石炭很多，多的都不长苗木了。对对对，就是石炭。叶晓峰这才记起来，煤炭在古代称之为石炭。你们没有烧过石炭吗？那东西烧不了，丢到火里好大的气味，还有烟。那东西烧不了，丢到火里好大的气味，还有烟。这煤炭还要掺土或加水才能烧，还必须有专用煤炭炉。看来现在的人还不知道怎么用这东西。听父亲的意思，那很可能是一种烟煤。烟煤也分好多种，质量好的不仅能制作煤球当燃料，还可以制焦炭，而焦炭则是获取更高炉温不可或缺的燃料。于是叶晓峰默默地记住了外公那里有石炭的事，心里想着哪天去那里看看。而分完家的第3天，叶夏就把儿子叶小荣送进了张夫子的私塾，至于费用说是从叶夏的岳家借的。见叶小荣去念书了，那叶春的老婆哪里愿意儿子叶小才落后，便天天要求叶春去筹钱送儿子念书。可好几天过去了，叶春只在村里一些人那里借了不到1两银子，实在是因为叶春夫妻在村里人的印象不怎么样，尤其是刘氏的尖酸刻薄和嚣张跋扈那是小有名气。于是叶春便想到了刘氏的娘家，可因为官司的事，老爷子刚开口向刘家借了12两银子，刘氏却不好意思再开这个口。对了，叶东不是答应还债吗？咱们就以小才要念书为由，让他先把这笔银子还了，这样我们就可用这笔钱来送小才去念书了。说干就干，这天中午时分，见叶东没有去果园上工，刘氏就来到叶东家。老四在家。叶东见这个时候大嫂过来，心里纳闷，不过还是向刘氏行礼道：大嫂，这个时候过来，可是大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老四，这分家后，你可真成了大忙人了。也是，有老爷子成天帮着，自己也不能闲着，我们可没你这么好的福气了。叶东一听叶刘氏这是话里有话，明显是因为老爷子这些天只顾着帮他做事，让他心里不痛快了。叶东也不计较，装作听不懂的样子道：大嫂，我分了果园，可不懂得如何打理，就请爹爹多教我一些，只要我学会了，必不让他老人家受累的。哟，老四，难怪爹娘这么疼你，毕竟是念过书的人，说话就是中听。大嫂，想必这个时候过来，你应该是有什么事吧？不妨直说，老四听着。老四，那我就直说了，不过也不是请你帮忙，而是你的分内之事。大嫂请说。你知道老二已经送他的儿子叶小荣去念书了吗？当初家里遭难的时候，不见他能借到什么钱帮着渡过难关，现在儿子要念书，他马上就能借到钱了。现在我儿子小才也要去念书，但我娘家那里爹已经借过钱了，不能再向他们开口。你不是答应还债的吗？就先把我娘家的那12两银子还给我吧，我还等着之前送小才去念书呢。听刘氏这样一说，苏氏和叶东不由得心里咯噔一下。分家这才过去几天啊，讨债的就上门了，而且不是别人，还是自己的大嫂，而且还明说了，讨回的钱不是去还娘家的债，而是要送他儿子去念书。苏氏闻言上前一步，满脸堆笑地道：大嫂，你看我们分家才几天，叶东也没有出去赚钱，一时家里还真拿不出钱来，你看能不能跟你娘家说说，让他们通融，缓一段时间再说。苏氏满脸堆笑，刘氏却满脸的不快。缓一段时间，你说的轻巧，小龙都已经进私塾了，小才要不赶紧去，耽误了他的学业，你们负责得起吗？叶东，不管怎么样，3天时间，最多3天，你去赚也好，借也好，都必须把这12两银子给我，否则我只能让我兄弟过来了。大嫂，我也知道小才的学业重要，问题是我一时真拿不出这笔钱来，因为官司的事，我娘子向他娘家借的几两银子都是他几个兄弟凑起来的，也真拿不出钱了。你也知道我几斤几两重，3天时间真的既赚不到也借不到这么多钱，要不稍微宽限一点时间，你看行不？叶东，你这么有能耐，40两银子说给就给了别人，现在你见了我娘家的12两银子就这么难还了，意思是我这个大嫂还不如别人了？天下有你这么做人的吗？不要废话了，3天，我只给你3天时间，3天时间不交给我12两银子，我让我兄弟亲自过来讨债，到时候可别怪丢了你们叶家的脸面。叶东，我只给你3天时间，3天时间不交给我12两银子，我让我兄弟亲自过来讨债，到时候可别怪丢了你们叶家的脸面。苏氏见到刘氏这个不可一世的模样，心里十分的不快，一股无名怒火抑制不住想要爆发，正要好好理论一番，却被叶东制止住了。叶晓峰也实在听不下去这个刘氏的话了，看他那嚣张跋扈的样子，不由得插话道：大伯娘，你再怎么逼我爹娘有用吗？你逼死他们，他们就能拿出这银子来吗？你兄弟他们过来讨债，一时之间就能拿出来钱吗？那可是12两银子，不是12文钱呀。这话说的刘氏更加怒火中烧。小兔崽子，没教养的东西，谁教你跟大伯娘这样说话的？还懂不懂孝道？当初要不是我们拼了命的搬东西救你，你都在土坑里歇粮去了，还轮得到你对我这样说话？然而这话却直接捅到了苏氏的心窝子了。
好像是说当初就不该救人，应该让叶晓峰死了才好。刘氏先前还当你是大嫂，可你也别欺人太甚。你说这话有一点当伯娘的样子吗？小峰说错什么了？他没有不尊重你，更没有骂你，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呢？平时老老实实的苏轼，这是护子心切，为母则刚，也不顾刘氏是大嫂，瞬间便提高了声音，而这声音一下子传得满院子的人都听到了。一时间，叶秋夫妻、叶夏夫妻、叶长生老两口，还有叶春也都过来了。众人弄清楚了缘由后，都不由得看向了刘氏和叶春。老大，你说说看怎么回事？叶东答应还钱不假，可分家才几天，你们至于这么硬逼着要还钱吗？爹，我们也要送小才去念书，小荣都上学了，小才年纪本来就比他们大，要是还不送去念书，就耽误时间了。叶长生算是听出来了，这夫妻俩是一条心的，铁了心要向叶东要钱。好得很，以前没有分家，吵几句嘴我还能说得上几句，以为分家了就太平了，没想到这分家才几天，日子就更不得安宁了。你们要钱是吧？这12两银子由我与老二、老三、老四一起想办法，3天之内给你行了吗？谁知这时叶夏却不干了。爹，我们刚刚借了钱供小荣念书，实在想不了办法。这叶夏也真是没点眼力劲，不想答应不知道过后再说嘛。这时叶秋赶忙出来打圆场道：我明天就去找我的一些朋友想办法，总之3天是吧？答应你一定还上，满意了吗？老三，你这是什么态度？老四自己答应了，债务归他，我们不找他找谁呢？你愿意替他借钱那是你的事。大哥，做人不要太过分了，虽然分家了，怎么说我们也是兄弟，平日里你对老四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也就算了，但这事你是一点也不顾及兄弟感情了。兄弟之间谁还没个困难的时候？兄弟之间遇到困难不相互帮忙不说，却反而要踩上一脚，你不觉得做得过分了一些吗？可话还没有说完，叶春就对着旁边的桌子猛拍了一巴掌。叶秋，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了？叶秋，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了？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了？相互帮忙，说得好听，现在我遇到困难了，我儿子要念书，没有学费，你来帮忙啊，帮不上还说什么废话。眼看两兄弟又要因此吵起来，叶晓峰人虽然小，却立即来到了二人中间，伸出2个小手掌，一手对着大伯，一手对着三伯。大伯、三伯，听我说一句，这样我替我爹答应大伯和大伯娘，3天内我们一定还清那12两银子，到时候如果没有钱，就是让爹娘把我卖了，也要凑出这钱来。大伯、大伯娘，你们看行不？说完，叶晓峰对着叶春和刘氏鞠了一躬，眼睛盯着他们，脸上却笑盈盈地说了一句：大伯、大伯娘，你们借钱给我们的这个恩情，我记下了。叶春和刘氏听了叶晓峰的话，不由得一怔，只觉被这个12岁的孩童看得十分不快。什么记得恩情啊？这分明是在向他们示威。旁边的叶小才也听出来叶晓峰这是话里有话，便也仗着自己是小孩子的身份教训道：八郎，你这是话里有话啊，还真当自己能考上什么狗屁举人进士了？就你家这样子，念书都会念不上，做你的好梦去吧你！叶晓峰懒得搭理叶小才这个小孩，看都不看叶小才一眼。这小孩真是随了他父母的样子，净学些用势利眼瞧人的本事。随后叶晓峰便冷静地退回到叶东身后，再也不管因他的话而暴怒的叶春一家。一场吵闹最终在叶长生和其他人的调和下，加上叶东答应了3天之内还清才被平息，众人散去，各自回家。苏轼心里很惆怅，站在门口发呆，不想进屋。可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大汉，手里提着2个口袋，两眼含泪朝着苏轼快速走了过来。苏轼一见便愣了神，这人看上去好生眼熟啊。待黑汉又走近2步，苏轼在仔细看清了来人后，瞬间便泪流满面。没想到来人竟然是的他失踪了8年的三哥苏东方。苏轼出嫁之时，三哥苏东方便服摇曳去了很远的地方，之后便杳无音讯。苏家人还以为他已经死在外面了，没想到8年过去了，三哥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这叫他如何不惊喜。苏轼看到那皮肤黑得吓人的三哥，又拉着他那布满老茧的手，就知道三哥这些年吃苦了。他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掉，哽咽着，竟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苏东方则一边拉着妹妹的手，一边非常激动地说道：小妹，别哭了，别哭了，我这不好好的来看你了吗？听到外面的动静，叶东与叶晓峰连忙赶了出来，见到早已失踪的故人突然出现在眼前，叶东也是十分惊讶，忙叫过叶晓峰道：小峰，这是你三舅，快过来喊人。叶晓峰赶紧行了个礼：三舅好。好好好，我外甥都这么大了，太好了。苏东方又与叶东见过礼后，几人便进了屋。把苏东方迎进门后，
苏轼便迫不及待地问道：“三哥，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担心死了，你怎么也不给家里传个话回来？这些年，我只要一回娘家，爹娘就跟我说起你和二姐。二姐前些年还捎过话回来，可你一走就杳无音讯了。娘一说起你们，就止不住的流眼泪。要知道你还活着，他们肯定会高兴坏了的。”二姐也一直没有回家吗？二姐也一直没有回家吗？苏轼闻言点了点头，叹了口气，咽咽道：“一直没有回家，不过5年前托人捎回来过20两银子，爹用这钱买了10亩田地。对了，现在我们家已经不是佃农了，可日子还是过得艰难。唉，看来二姐应该也是去受苦去了，这辈子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一次。”苏东方听闻，不由得也倍感伤心。这时苏轼拿了一条木凳子让苏东方坐下，转身又递给他一碗水。苏东方接过水，一咕噜把整碗水喝完。喝下水之后，苏东方也不客气的道：“小妹，我走了40多里地才来到这里，现在饿了，你有什么吃的，先给我弄点来，我再细细跟你说我这些年的经历。”苏轼一听，才知道三哥不行了，40多里，这会儿都过中午了，肯定饿极了，便拿了家里仅剩的3个鸡蛋，又去菜园子里采摘了一些蔬菜后，便进了厨房。苏东方知道妹妹给他做饭去了，肚子着实饿了，也不客气，便拿着2个袋子跟着进了厨房。打开口袋，一个里边装的是一些干带鱼、干海带等干货，另一个口袋里竟然是20来斤粗盐巴。然后他又从最贴身的衣服处解下一个荷包，一股脑把整个荷包交给苏轼。小妹，我在海边盐场做工，这是一些海里的干货，给你们尝尝。这里是20斤盐巴，都是我那些兄弟一点一点从盐场带出来的，我买这盐很便宜。另外，这个荷包里面有4两银子，是我这半年来存下来的，2两给你，另外2两，请你回娘家时交给爹娘，跟他们说一声，等我能休沐2天以上时间，我再回去看望他们。听到三哥是在海边盐场做工，苏轼的泪又瞬时间淌了下来，因为他知道那活可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那黑黝黝的皮肤明显是掉了一层又一层的皮晒出来的，那粗糙的老茧也是干活十分辛苦，日复一日的磨出来的。看着三哥那黑黝黝的皮肤和手上粗糙的老茧，苏轼实在是不想接三哥这钱，却又不能不收，因为他知道这不只是钱，更是三哥的心意和对亲人的思念。如果不收的话，三哥心里必然会更难过。想到这里，苏轼只好收下那钱，擦干眼泪后，苏轼又问道：“对了，三哥，你能与我说说这几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吗？”于是苏东方便与二妹一起聊起了他这些年的经历。原来当年他扶姚毅去修黄河大堤，后来受了伤，差点死去，是当地一位老乡救了他的命。为了还救命之恩，他变成了那家人的上门女婿，现在有了1儿1女，日子过得很清苦。这么多年没有回家，他知道家人肯定很想他，他自己也非常想回来，可是一来是路途太远，二来是囊中羞涩，所以一直未能成行。前些年苏东方与当地人一起到了一个盐场做长工，每年能挣到10来两银子。今年初他们被调到了一个新盐场，当他知道这个新盐场就在灵州府义安县时，他高兴的几天都睡不好觉。当初去扶姚毅之时，他记得小妹许给了赵家村一夜性人家，于是经过一打听，才知道盐场离他老家苏家庄有70多里地，一天时间不行，来不及返回，但离小妹家的赵家村只有40多里地，所以趁着今天休沐一天，他便一大早先赶来看望小妹来了。而没一会儿功夫，苏轼便煮了一大锅米饭，又做好了菜，于是一家人便陪着苏东方吃起了午饭。看着这个在盐场工作的三舅，刚刚被大伯和大伯娘逼债的叶晓峰，立刻想到了这是个机会，于是叶晓峰便假装好奇地问道：“三舅，你到盐场多久时间了呀？认识那盐场的老板吗？”“三舅，你到盐场多久时间了呀？认识那盐场的老板吗？”苏东方瞧着这个外甥，怎么瞧怎么可爱，便笑着回答道：“说来惭愧，我来这里只有2个来月，这里是新盐场，今年才办起来的，直到今天老板的儿子大婚，才让我们休沐1天。等一下我又得赶回去，老板倒是认识，不过说不上话。”叶晓峰看了看苏东方带来的那一袋粗盐，又瞧了瞧厨房角落里的一堆木炭，心里的很快就有了一个计划，便问苏东方道：“三舅，你能不能晚1、2个时辰再走？”苏东方不知道这外甥有什么事，便道：“可是可以，不过得走一段夜路，有点不安全。”一听说有点不安全，苏轼连忙制止道：“小峰，你三舅的安全最重要，不能耽误他。”叶东闻言也点了点头：“爹娘，我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三舅能晚2个时辰走，我能帮你们把欠大伯娘娘家的钱给赚到。”苏东方忙问怎么回事，苏轼有点责怪叶晓峰说漏了嘴，只好把分家后欠了刘氏娘家12两银子的事说了。苏东方听了后心里非常气愤，可自己又没有能力帮小妹一把，便问叶晓峰自己晚2个时辰走的话，怎么能赚到钱？叶晓峰则是神秘地笑了笑道：“三舅，怎么赚到暂时不好说，
要等2个时辰后才知道。如果能成，今天晚上我跟我爹一起送你去盐场，我们要与你那盐场老板做个生意。娘亲，你就陪三舅在这里吃饭聊天。爹，你去河边弄5斤粗沙5斤细沙回来。说完，叶晓峰又把嘴凑到叶东的耳边说：爹，我要按照梦里神人教我的办法制出金盐来。叶东听儿子这样一说，眼里立即放出光来，赶紧放下筷子，挑起一担簸箕就朝着河边去了。不一会，苏轼与苏东方也吃完饭了，便问叶晓峰在干什么。叶晓峰也不说要干什么，只是让苏轼帮忙把那炒菜的铁锅清干净，又请三舅把那包木炭倒出一些来，也用清水清洗干净。随即叶晓峰又找到一个木盆和一个木桶，又请苏东方帮忙将木盆木桶反复擦洗干净。苏东方看到这个只有12岁多的外甥指挥他们干这干那，一开始只当是小孩子玩闹，不过见妹夫和妹妹都听孩子的，马上就想起小峰说的让他等2个时辰能赚到钱的事，于是便也按要求照做起来。而刚做完这些，叶东便挑着沙子回来了，一边是细沙，一边是粗沙。叶晓峰又吩咐叶东按他的要求用竹篾制一个圆锥体的漏斗。叶东是篾匠，家里的竹篾常年都备着，很快便按叶晓峰的要求编织去了。叶东编织竹篾漏斗的同时，叶晓峰请苏东方搬来一捆稻草和一些柴火，找了干净的地方烧了一堆草木灰，接着将草木灰放入洗净的木桶里，加入清水，再把融入了草木灰的水用一块洗净的布过滤2遍，这便得到了土法碳酸钾溶液。然后叶晓峰让母亲用称了2斤粗盐。苏轼不知道叶晓峰要干什么，不过还是把盐拿出来了。叶晓峰一看就知道这是那种大颗大颗的粗盐，颜色偏暗，显然就是海边盐场晒过一遍，只经过了简单处理就卖出来的。可就这价钱还高得离谱，要20文钱1斤。家里平时炒菜每次都只敢放一点点，幸亏平时炒菜只放一点点盐，否则这种粗盐若过量使用，必然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幸亏平时炒菜只放一点点盐，否则这种粗盐若过量使用，必然会对人体造成危害。2斤盐虽然不多，却也足够叶晓峰露一手了。等叶东把那漏斗编织好后，叶晓峰在家里翻翻找找，找到一张动物皮子，清洗干净后，再把皮子蒙在漏斗里面，这样一个用于过滤的简易漏斗便制作好了。要是有石灰就更好了，可惜一时之间也找不到。不过用了草木灰溶液加入的盐水，也能把大部分盐水中的杂质过滤掉了。一切准备就绪，叶晓峰对苏轼和苏东方道：娘、三舅，你们不是想知道我要干什么吗？告诉你们吧，我想试制精盐。精盐？苏东方心里一惊，我们盐场也制精盐，可办法非常繁琐，要10多道工序。小外甥要是能制出精盐来，那真是见了鬼了。叶晓峰一边把所有的盐全部倒入清洗干净的木盆里，然后加入清水把这些盐融化，一边问三舅道：三舅，你们盐场的精盐是怎么制出来的，你知道吗？知道，就是不断的把粗盐融入清水里，然后用布和粗沙细沙过一遍，反复10多次，便能制出精盐来。如果是贡品，得反复几10次才行。那不得费很多的布，还有沙子。那没办法，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那布有专门的人进行浆洗，不过一块布用不了多久，便要换新的。那沙子也有专门的人挑过来。听了三舅的解释，叶晓峰心里有数了，便对三舅说道：三舅，你看看我制精盐的办法吧。话落，叶晓峰便往已经融化成盐水的水里加入了适量的草木灰水，随后又用一块洗干净了的布蒙住那简易漏斗口，用细绳扎紧，然后他又从家里拿出秤来，按比例将粗沙、细沙、木炭分好，将细沙灌进去之后，又将木炭装进去，再将粗沙装进去。至此，一个简易过滤器制作完成。紧接着，叶晓峰便用一个碗舀起1碗盐水，缓缓倒入漏斗过滤器，而盐水则通过滤器流到了那口清洗干净的锅里，直到把全部盐水过滤完。叶晓峰再根据那过滤过的盐水量加入适量的草木灰溶液，如此这般再过滤了2次，精盐盐水便制作出来了。随即，叶晓峰让父亲把装盐水的锅放到灶上，然后叶晓峰亲自烧柴火煮这些盐水。他亲手烧柴的原因是要控制好火候，不能太旺，也不能太小，还要在出盐之时及时撤掉柴火。没有锅里棒，叶晓峰只好让母亲苏轼用清洗干净的锅铲不断地在锅里搅拌。不一会儿，奇迹出现了，随着盐水渐渐蒸化干净，锅底呈现出了洁白如雪的细盐，那盐非常的细，也非常漂亮。成了。苏轼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细盐，可叶东和苏东方是见过的，只是他们以前见到的精盐也都没有这么白，这么纯。还不等铁锅的温度降低，叶东便迫不及待地用手指沾了点放到舌头上，顿时叶东震惊了，不可置信地看着儿子。哦，这盐咸味也太纯，太好吃了吧！这盐咸味也太纯，太好吃了吧！苏轼和苏东方见到叶东这个模样，也沾了一小点尝尝，同样的震惊地张大了嘴巴。这个年代
老百姓家里都吃不起精盐的，就是地主老财家也都是吃的粗盐。而精盐只有大财主和一些官老爷们吃，大部分的精盐都是送到了皇宫里，因为太贵了，一般人都吃不起。叶东倒是以前有机会在外面吃过用精盐炒制的菜，只觉得他以前从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菜肴。原本还以为是厨子的手艺高人一等，可偶然的机会跟那厨子一聊天，才知道人家炒菜用的是精盐。叶东现在见儿子弄出来了他梦寐以求的精盐，瞬间他就想到了这是一个发财的绝好机会。想到这里，叶东立马去把灶房门关上，随即轻声对三人说道：你们知道这样的精盐在外面能卖多少钱一斤吗？多少？叶东竖起2个食指，2两。叶东摇了摇头，那倒没有，是200文。可即使是这个价格，苏轼也还是不可思议地看着丈夫。粗盐的价格她倒是知道，大概20文钱可以买1斤。然而她没想到的是，这精盐竟然能卖200文1斤。但外面那些精盐可没这么白，味道也没这么纯，这价格估计还能再卖高点。叶晓峰闻言也沾了一小点试了试味道，这比粗盐那的确是纯多了，但却还是无法与后世的食盐相比，还有一点淡淡的苦味。但毕竟这也只是经过了物理过滤，主要是把一些不溶于水的硫酸镁等杂质过滤掉了。如果要制出后世的食盐，还得需要经过化学方式处理掉里面其余杂质才行。不过叶晓峰相信，即使只经过了物理过滤，这盐的氯化钠含量也应该很高了。待冷却后，苏轼迫不及待地用称称了一下重量，发现只少了6两多，也就是说粗盐过滤成精盐只损失了约20%，但价格却能提升10倍以上，暴利，绝对的暴利。叶晓峰当然看出来了父亲的心思，不过他可不想让父亲冒着砍头的风险去贩卖私盐。于是叶晓峰严肃地对父亲说道：爹爹，我一看就知道你想通过让我帮你炼制精盐发财，但我也知道贩卖私盐是重罪，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好了。我只是想让你们相信，我真的学到了很多知识，以后你们只要听我的，我还有很多能走正路发财的办法。比如我说的一个桃子将来能卖到几十文上百文的钱。对对对，现在儿子有了神人托梦，看来好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叶东也是如梦初醒般，这才想起儿子这是有神人托梦的，兴奋的竟然手舞足蹈起来。对对，听小峰的，小峰，爹不做这个生意，以后你只管按你学到的做，要爹爹出力的，你尽管说。这时苏轼想到了什么，想说似乎又不敢说，而叶晓峰则知道母亲想说什么，于是便问道：娘亲，你是不是想说以后我们家里就用这些精盐？苏轼闻言点了点头，这没有问题，只是一定要把这些精盐藏好，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家有精盐，也不能让别人知道我能制出精盐来。叶东夫妻闻言相视而笑，又使劲的点头。苏东方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些精盐，就好像是在做梦一般，猛然想起外甥说晚2个时辰能赚到钱的事。小峰，你说我晚2个时辰走就能赚到钱，你是不是要把这精盐让我卖给盐厂？小峰，你说我晚2个时辰走就能赚到钱，你是不是要把这精盐让我卖给盐厂？可叶晓峰闻言却是摇了摇头。三舅，那样做跟送死差不多，我的意思是把这制盐的技术卖给他们。你觉得我制出来的精盐跟你们盐厂制出来的精盐比怎么样？原来是这样啊，你制出来的这盐不管是颜色还是味道都比我们盐厂的精盐强多了，他们应该会感兴趣的。行，既然三舅这样说，我心里就有底了。我与爹爹马上带着这些精盐去你们盐厂，找你们的老板谈谈，看他愿不愿意买我的技术。于是说走就走，三人带上一些干粮和水，又自制了几个火把带上就赶路了。可刚走出门没几步，叶晓峰却又想到了什么，于是又返回来，神神秘秘地把苏轼单独叫到房间里面。娘亲，我们制盐的方法不能告诉任何其他人，如果我与爹爹明天晚上都没有回来，你就回一趟你娘家，把我制盐的技术告诉舅舅或其他人，让他们把这个法子告诉其他盐厂。而叶晓峰这么做也是为了有备无患，他还不是很了解这个年代当官的人，如果到时候对方不肯给自己钱而强迫自己交出技术，那他也不会让别人独占这个技术。可苏轼听叶晓峰这样一说，不由得紧张起来。小峰，要不你们还是不要去了。娘，我有9成9的把握能回来，不用太担心的，跟你这样说只是以防万一。苏轼仍是有些担忧，不过他只是妇道人家，丈夫和儿子已经有了决定，他也只能不断的请菩萨保佑他们了。交代完这些后，三人这才又继续赶路，直到临近戌时10分，三人这才终于到了盐场外面。尽管天色已晚，但苏东方还是将叶东父子带到了那老板府外。而今天正是王府儿子结婚，所以这会儿还有人正忙着。妹夫，要不我们明天再过来？现在好像有点太晚了，如果贸然去找人家，人家还以为咱是来贺喜的，可咱们又没有带礼物过来。三舅，我们是过来跟他谈生意的，今天就趁着那王大人心情好，说不定就能成了。好像也有点道理。接着叶晓峰把叶东拉到一边，神神秘秘地交代了一番，然后又让苏东方自己进入盐场去，并反复交代他不能把制盐的方法告知任何其他人。
苏东方满口答应后，便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随即父子二人便来到了门口，敲响了大门。没一会功夫，一个60来岁的老人出来了。可见到父子二人衣着朴素，又是农人的模样，老头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叶东见状，赶忙满脸堆笑的躬身拱手朝老头行了一礼。老丈，我们父子是附近赵家村人，有炼制精盐的技术，想找一下立木王大人。如果王大人愿意，我们愿意将这个技术告知大人，烦请通传一下。那老人见叶东这个样子，倒像是个懂得礼数之人，便问了一句：有，找王大人啊，你们有路引吗？这路引就相当于一种介绍信，不过一般是远离家乡100里之外才需要路引。不过老头并不知道叶东他们的底细，这才问他们要路引。老丈，我是义安县赵家村人士，路引倒是没有，不过我这里有一包今天制出来的精盐，烦请老丈转交给王大人看看。老丈，我是义安县赵家村人士，路引倒是没有，不过我这里有一包今天制出来的精盐，烦请老丈转交给王大人看看。说完，叶东拿出一个手巾，从带过来的那一包盐里匀出约半斤，交到了老人的手中。老人看到那洁白的细盐，在火光的照耀下有点亮眼，不由得伸出手沾了一小点尝了尝。顿时，老人略显惊讶地瞥了叶东一眼。他本还以为这两人是借着制盐想来攀附东家的，可这味道却做不了假。又想叶东一个农人，也不至于为了这花大价钱买一包昂贵的精盐来欺瞒，于是便点点头，收下了这一小包盐。你们先在外面等着，我进去通传一下。就这样，二人便在门外等了起来。叶东有点不安，但叶晓峰却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过了好一会，门又开了，还是那个老人。东西我已经交给大人，大人已经看过了。不过大人今天喝酒，有些醉了，不宜待客，让你们明天再过来。多谢老丈，那我们明天卯时再过来等大人传唤。而从王立木那里出来后，叶东父子便花了10文钱在附近找了一户人家借宿一晚，一夜无话。第二天卯时刚过，父子二人便早早来到了王府门前。叶东正要上去敲门，门却突然打开了，还是昨日那老头过来开的门。瞧见叶东父子俩，便问道：敢问二位贵姓？老丈，我叫叶东，这是我儿子叶晓峰。那老人又打量了一下叶晓峰，不知道叶东为什么会带一个小孩过来。叶东看出了老人的疑惑，赶紧道：老丈，这制盐的事是我儿子弄出来的，原以为他只是胡乱玩的，没想到还真制出来了精盐。后来经过我们父子俩不断的试制，终于比较完美的制出来了昨天给您看的那种盐。不知道王大人是否喜欢我昨天交给您的那种精盐？那老人听叶东这样一说，便明白为什么会带一个小孩子过来了。感情这制盐的方法还掌握在一个小孩子的手上，于是便尽量露出一副笑容，抚摸着叶晓峰的头道：不错不错，别人都是玩泥巴，你却是玩盐巴，还玩出名堂来了。不过我可不相信你这么小便能制出这样的精盐来，要不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制出这精盐来的？老头这是看叶晓峰年纪小，想套他的话，可叶晓峰那是何许人也，岂会着了他的道？于是只见叶晓峰不慌不忙上前，在向老人深深向行了一礼后，才说道：老爷爷，这制盐的过程一开始非常麻烦，不过经过我与我爹爹不断的改进方法，将制盐的过程变得非常简单了。但是这制盐的方法是花了我们很多时间和精力才制成的，如果王大人需要，我们可以交给他，但不能白交，您说是吗？老人没想到这小孩子看上去年纪不大，说话却是滴水不漏，不由得仔细打量起他来。之后老人仰头哈哈一笑，道：还是个灵饭孩子，既如此，那你们便跟我来，老爷正在客房等着。随即老人便领着叶东父子来到了那王大人面前。老爷，昨日送来精盐的2人到了。老爷，昨日送来精盐的2人到了。草民叶东父子拜见王大人。麦丽，听说你们有这精盐的好法子，愿意献给本官。如果你们真能制出这种盐来，并且比我们制作精盐的法子更好，本官重重有赏。但若是想蒙混过关，活弄本官，那你们就摊上大事了。叶东闻言连忙躬身，按着叶晓峰先前教他如何不使王立木起疑的话术道：大人，实不相瞒，这制盐的事是我儿子叶晓峰捣鼓出来的，后来我与他又进行了反复试制，才有了您见到的这种盐巴。若不是我们经过反复试制都很成功，万不敢拿过来见大人的。好，如此你们先将这制作之法速速道来听听。叶东闻言正要说话，可叶晓峰却赶紧扯了扯他的衣角，上前一步，学着老爹的样子躬身拱手行了一礼。立木老爷，我是嫌家里吃的盐又苦又涩，才偷偷从家里拿出去自己想招法而弄的好吃些，费了不少粗盐呢。
娘亲撞见我把盐泡进水里，可险没把我打死。不过幸好我最后真找到了怎么让盐变得好吃的法子。我爹也是被我说了好多遍才相信的，他借了很多银子，跟我一起一遍遍试，终于做出了现在这种好盐。我听爹说这叫精盐，我想要是所有人都能吃到这种盐，那该有多好呀，简直是功德无量。不过盐是官家的东西，我和爹做了盐只能自己吃，没那个能耐让大家都吃上。但听说咱们府有盐场，父亲敬仰利木大人您，觉得您才是那个能用上这功德无量法子的，一成功就赶紧带我过来。您看我脚底都磨出了大水泡呢。你这孩子在利木大人面前说什么话呢？王大人犬子无方，还不曾上私塾，不知礼节，说了些胡话。您大人有大量，孩童之语倒是可爱，无妨无妨。然而他嘴上说无妨，但心里却是对叶晓峰重视了几分。小孩，我们盐场也能制作精盐，你确定你的法子比我们的更好吗？启禀大人，如果我猜的不错，你们制作精盐的法子就是不断的把卤盐水通过淋在布上面或者沙子上面，得到新的盐水，然后不断的再重复这样才得到的精盐，对吗？这下原先还躺在太师椅上的王德荣有点坐不住了，突然直起了身子，收起了他那标志的笑容，大声喝问道：好个刁民父子，你们竟敢偷学我们盐场制盐的法子！叶东见好好的王大人突然发火，不由得心里一惊，吓得腿一软就要跪下去磕头，却被叶晓峰用手扶了一把。随后他再次拱手躬身道：大人息怒呀，这是我猜的，因为我最开始也以为吸盐就是拿不一次次率呢，只是没想到原来城里的盐也是用这个法子。我听爹说您这个盐场开办还只有2个月，我们住的那么远，盐场又有人看着，我们无论怎么样也看不到啊。再说我和我爹用的法子可比这个好多了哩。王德荣本想耍耍官威，吓一吓这对没有见识的农民父子，可他没想到这个10几岁的小孩竟然不怕他这个官老爷的雷霆怒火，相反是有理有据地回复他的话。确实，这新盐场开办还不到2个月，精盐都还没有开始制，他上哪里去偷学？看来这小孩说的应该是真话。不过这小孩真的只有10几岁吗？而且他刚才还说了，他的法子比这样好太多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的盐场岂不是1年能产出更多的精盐来？更多的精盐，那就意味着更多的收入，也就意味着我做出了更好的成绩。有了成绩，不就有升迁希望了吗？一时之间，王德荣竟陷入了升官发财的幻想之中。叶晓峰见王德荣突然不说话，好像是坐在那里发起了呆，便轻轻咳了一声。王德荣似是猛然醒悟过来，脸上又堆起了他那弥勒佛的笑容。小孩，那你说说，你的法子比刚才这个法子好在哪里？大人，我做盐只要把盐水过2次，便能得到你看到的这种精盐。什么？过2次就能得到这种精盐？我劝你们回答之前可要想好了，如果敢诓骗本官，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大人，我说的当然是实话，我们怎么敢在青天老爷面前说假话呢？我要是说假话，大人不是动动手指就能让我和我爹丢脑袋吗？不过什么？不过如果我们真的能一次性制作出这样的盐来，大人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赏赐呢？现在自己还是小孩子，说直白些应该也没关系吧？蛋蛋，赏赐多少自然根据你们制盐的结果而定，岂有还没有制作出来就要赏赐的？叶东见状，生怕叶晓峰又惹怒了这位王大人，忙要说话，不想又被叶晓峰抢了先。他看出来王立木只是佯怒，本来他一个当官的，想把百姓搓圆捏扁都可以，但他又眼馋那制盐技术，所以才这么平和的谈话。如果2人真就这么把技术交出去，只怕他们立马就会被赶出王府。可如今叶晓峰手里捏着制盐的技术，他当然不会惧怕王立木。大人，我们这法子只要制作1次您就能学会，如果您学会了，我们能为大人做些贡献，当然是高兴的。只是为了我试来试去，家里已经欠下好多钱了。大人是官，我们是民，大人就算把我们赶出去，我们也不敢说什么。但母亲说大人仁厚体恤，一定会给我们公道的价钱的。大人说是不是？恭维话说到这份上，王德荣也不好拒绝，他算是明白了，这小孩看上去年纪小，但实则是一个成年人都比不上的人精，吓不住，更糊弄不了，于是便问道：叶晓峰对吧？你说说看，你想要多少赏赐？大人，这么说吧，假如您的盐场有300人的话，有了我的法子，1年之内可以多产出几10万两银子的收入。您看我这法子值多少钱？听到这话，王德荣满脸一惊。小孩，你识数吗？大人，您尽管考就是了，什么难的我都不怕。大人，您尽管考就是了，什么难的我都不怕。5万加6万100为几何？11万100。好哈，小孩，如果你的法子真有你说的这么好，我给你们不低于100两银子的赏赐。叶东一听100两银子，不由得踉跄了一下，他没想到竟然会给这么多。可谁知叶晓峰闻言却是摇了摇头。大人，您是打算让金盐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还是愿意和其他盐场分享？当然是只此一家了。那就是买断了。这次王德荣反而有点没有听懂叶晓峰的意思，叶东也是一头雾水，2人都不解地看着叶晓峰。
叶晓峰突然明白了他们都不懂什么是买断，于是立即解释道：所谓买断，就是这个方法只告诉你的延长，我们保证不告诉别的人。如果只买这一次，那我们就不能保证不会卖给别人。如果只买一次，100两银子够了，若要买断，那就远远不够了。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当然是买断了。买断的话不能低于1000两银子，而且如果是你们延长自己把方法透露出去了，我们不负责。这个自然，不过1000两太多了。那你说多少？200两银子，最多这个数。如此，我们只能舍近求远去找别的延长了。对了，我们制盐方法除了我们2人知道，我爹爹还把制作方法写成了一篇文章放在别人手里。如果我们这次过来出了意外，那这个方法便将由他交到别的盐场那里去了。什么？你，没想到这小年纪的小孩竟然有这个心思。这下没辙了，王德荣终于下定了决心，不管怎样，他必须要把这个制盐的法子弄到手。小峰别急，这样吧，1000两就1000两，不过我不能一次结清，分5年付给你们，每1年付200两，你看如何？叶东一听，高兴得恨不得立马答应。可叶晓峰却是若有所思，这不就是现代的分期付款吗？但对叶家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千金在手反而会惹人嫉妒。不过5年有些长了，王大人，200两恐怕不够。有了我这个制盐的法子，您不出3年必定能当大官了。等您高升了，我和我爹也不好追着去找您要银子吧。分期付款也行，我看分3年最好。今天付给我们400两，明后年的今天我们每年领取300两。大人觉得怎么样？王德荣一听叶晓峰说他3年之内必定高升，这马屁可拍到了他的心坎上，心里十分的受用。要不是想着这改进制盐法子能提升他的为官成绩，他还不愿多此一举呢。于是当场就答应了叶晓峰提出来的付款方式，并吩咐王福起草了一份契约文书，约定了技术要求、保密原则、付款方式、双方违约责任等。叶东一见又是文书，紧张得看都不敢看一眼，而叶晓峰则拿起文书认真看了一遍，又把几处词义表达模糊的地方进行了指正修改，并要求在断句的地方都要用圆点隔开。这小孩看上去不过10几岁，却识得了字，这出来的地方还合情合理，真是奇了。小孩，你上学了没有？小孩，你上学了没有？大人，我还没有上学呢，但经常在私塾外面听先生讲课。太精了，这小孩子怎么这么精呢？这要是长大了，那还了得。想到这里，王德荣突然有了要教好这对父子，尤其是这个小孩。最终王德荣签了字，叶东父子都签了字，双方各执一份。接下来，王德荣带着叶东父子来到了盐场，准备了叶晓峰要求的粗砂、细砂、木炭和过滤用的漏斗等工具。这些盐场本来就有，叶晓峰还让他们当场烧制了草木灰。王德荣找来家中信得过的几个老仆隶做见证，眼见锅壁上析出晶莹透亮的晶体，王德荣等人都喜出望外。看来这叶晓峰说的经过反复试制是真的，不然还真制不出这么好的精盐来。这法子也果然简单，他们说把制作法子用文字记下来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大荣朝真的只有我掌握了这个方法，这精盐，那1年下来何止多产出几10万两银子的收入啊！现在虽然双方都签了契约文书，但以后还得依靠他们帮忙保守秘密。而那小孩子叶晓峰又真是鬼精的，看来只有教好他们这条路了。想到这里，王德荣赶忙一把拉住了叶晓峰的手，激动地说道：贤侄，之前多有见外，以后我称你贤侄可好？听到这话，叶晓峰唇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笑意。古代的官民身份有如天鹤，当初赵二流子赢那场糊涂官司，还不就是因为他有个当官的朋友，同做官的有交情，他往后的日子会好过得多。于是叶晓峰便顺应着开口，叫了声王伯。好，贤侄，以后你们叶家有用得着本官的地方，尽管说。本官官位虽不高，却也有几个朋友的。王府给他们结账吧。王德荣既然已经这么说了，叶晓峰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王大人，有个小忙，如果您方便帮我们，小侄我就太感谢了。不过要是为难，我就不麻烦王大人了。王德荣本是随口一说，但没想到这小孩子还真顺杆子往上爬。不过既然刚说了的话，也不好拒绝，于是便假装生气道：方才还叫了王伯，现下怎么又程大人了？小峰，你太拿伯伯当外人了。贤侄尽管说说看是什么事，能帮到我一定帮。王伯伯，我听说我三舅苏东方就在您的盐场工作，若是方便的话，请您帮他安排一个轻松点的事做。再有，他8年没有回过家了，请您准他休沐几天，好让他回去看看我外祖。王德荣一听原来是这事，不由得心里一阵轻松。这好办，你放心，我马上就这人去办，叫苏东方是吧？说完，王德荣便立即让人去把苏东方叫了过来，准许苏东方10天休沐，并让苏东方以后就在精盐制作坊做计量产出的活计。之后，王福直接拿出4张100两的银票要付给叶东，却见叶晓峰礼貌地说道：王伯伯，之前你也听我说了，
我家欠了一大笔钱，前些天都被人要债上门了，请您帮个忙，能给我们100两散银吗？王伯伯，请您帮个忙，能给我们100两散银吗？王德荣正想教好这对父子，便吩咐王福照办。叶东接过银票和散碎银子，浑身控制不住的像筛糠一般抖个不停。因为听叶晓峰说过，如果他们出了意外，那个法子便会传给别的盐场。王德荣便派了一支20多人的队伍，尽快护送2人坐马车回了赵家村。坐上马车，叶东别提有多兴奋了，这可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坐马车。叶晓峰倒是没那么兴奋，反而是忧心忡忡了起来。现在手头有了400两银子，比起那些大族来，400两银子真的不算什么。可要是放在赵家村，那就是妥妥的首富了。不过老爷子说的对，在这样的年代，如果手中没有权没有势，那你的钱越多，就越是别人眼里的肥羊。迟早有一天，你的一切都会是别人的。可是现在自己也只是一个12岁多的小孩，科举怎么着也得几年以后。看来接下来赚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是自保。而苏轼这边，只因昨天叶晓峰跟他说的那一番话，今天一天都是忧心忡忡。午时一过，苏轼在家里就坐立不安了，索性来到了村口的大槐树下等着。而此时，一大群人正讨论一些国家和村中的大事。不久，苏轼和村民们就看到了一队官兵模样的人朝村里走来，足有20来人，还有马车。这时，叽叽喳喳的人群突然安静了下来。莫不是他们父子出事了，连带着这些人还要过来抄家了？想到这里，苏轼吓得赶紧躲到了人群之中，紧张地从缝隙里看着这支队伍。队伍到了槐树旁边就停了下来，叶东从马车上满脸笑容地跳了下来，紧接着叶晓峰也下来了，随即他便让父亲拿出2两散碎银子交给为首之人，请他代为感谢护送他们回来的兄弟们。那为首之人接过银子，躬身谢过叶东后，便调转车头回去了。看到这一切，村民们个个目瞪口呆，而苏轼更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丈夫和儿子竟然是乘马车回来的，这20来人竟然是护送他们的。还有，丈夫竟然有银子打点那些人，看那分量，起码有2两银子，这不是在做梦吧？想到这里，苏轼便很近地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咦，怎么不痛？难道真是做梦？哎呦，痛死我了！你掐我干嘛？哎呀，不好意思，掐错了。娘亲，我们回来了。苏轼闻言，竟一时高兴的不知怎么才好，只是怔怔地看着缓缓向他走过来的叶东父子，而村民们则是七嘴八舌地问叶东为什么有马车送他过来。叶晓峰生怕叶东说错了话，便赶忙道：娘亲，我们这次见到爹爹以前的一位熟人，他请我们吃了饭，还派马车把我们给送了回来。叶东正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些人，听儿子这样一说，也立即反应过来了。对，是我以前在外干活时的一位东家，我以前帮过他的忙，见到我便很高兴。他现在在这边做个小官，就派马车送我们回来了。听到叶东的话，这些人更好奇了，纷纷问叶东他那个东家是个什么样的官。他当什么官我也没问，也没有很深的交情。可听到这话，村民却反而觉得更神秘了。直到叶东一家都消失在视野里了，一群人还在讨论。我今儿话就说在这里，那赵二流子坑了叶家银子那事，恐怕没那么简单善了，这次可能踢到铁板了。哈，没那么玄乎，官司都了结了，叶东有后台又能怎么样？而这边的叶东一家一回到家里，便赶紧关上房门，随即叶东便颤抖着手掏出了那400两银子交到苏轼的手里。这是怎么回事？不会被官府抓了吧？为了让苏轼放心，叶东赶紧把这次去盐场的事和王大人派人送他们回来的事跟苏轼说了。苏轼听了后简直不敢相信，就一个那样的法子，竟然能赚这么多钱。这样，我们赶紧把家里欠的债还了。如果别人问起这钱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说是叶东在县城找到了当官的朋友那里去借的。爹娘，其实也不用那么紧张，以后直接说爹爹给盐场出了一个主意，王大人一高兴就赏了我们一笔银子。至于别人问是什么主意，就说王大人交代了我们不能跟别人说就行了。行，都听小峰的。那我先去把大嫂他们的12两银子给他们送过去。等等，凭什么给他送去？爹，你把所有的欠债除了欠舅舅他们的，一次性交给爷爷就行了，让爷爷看着去办。钱是爷爷借的，他愿意还给谁就给谁，以后我们家是无债一身轻了。何止是无债，我们现在可能是村里最有钱的了。轻声点。可就在这时，外面却响起敲门声。一打开门，原来是叶长生与李氏老两口过来了。显然，二老是听到了村民们说了叶东他们被人用马车从县城送他们回来了的事，过来探个究竟。把二老迎进屋后，苏轼赶忙去泡茶，叶东则是兴奋地跟老爹聊了起来。老爹，我们可遇到贵人了。昨天小峰他三舅过来了，因为天色太晚，
就想着送他一程，没想到他的那个盐场的王立木是我以前在外干活时一个东家的儿子，那人对我特别好。这次我们过去帮了他一个小忙，他便赏给了我一笔银子。我正打算把所有欠债都给您送过来呢。既然您二老都过来了，那我就把银子一并交给您好了。什么？你给他帮了什么忙？竟然要给你一笔银子？就是我以前在外面找活时，听说过一个法子能使得盐场产出更好的盐，就把这个法子告诉了那位王大人。那他给了你多少钱？叶东闻言琢磨了一下后回答道：80两。80两，这么多？李氏闻言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你现在的开销不小，这笔钱正好解了你的燃眉之急。不过你们也不要随便乱花，要不还了债务后，你们还是买点田地，这样至少以后吃饭问题没有后顾之忧了。很快，苏氏便拿了20两银子交到叶长生的手里。爹，我借娘家的6两银子，过2天我会回去一趟，亲自去还。剩余18两欠债，请您帮忙还清。另外的2两银子是每年要孝敬您二老的。那2两银子你这么着急干嘛？不是每年要孝敬您二老2两银子吗？我们提前给了。叶长生闻言只感觉心里一暖，同时更加觉得亏欠这个小儿子。原本想着向几兄弟要点钱帮一下叶东的，没想到反而是叶东先孝敬自己。这个老四媳妇也懂理，完全不像那刘氏。想到这里，叶长生便欲将2两银子退还给苏氏。然而苏氏坚持要给，无论如何也不肯收回。这时叶晓峰实在看不下去了：爷爷，现在我爹娘手里有钱了，以后还能赚更多的钱，您就安心收下吧。听小孙子这样一说，叶长生狐疑地抬头问了问叶东：小峰说的是真的？好，那可太好了，那这钱我就收下了。随后一家人又寒暄几句后，二老便拿着钱高兴地去还债去了。而刘氏一听说老爹叶长生正到处还债，一打听才发现原来是叶东去县里筹到了银子，要将全部债务都清了。于是他便兴冲冲地来到了叶东家，想要回他娘家的那12两银子。可刘氏刚说明来意，正好这时苏氏端着一盆洗碗水走过了来。我家什么时候借你的钱了？昨天你来逼债，今天又来，是不是太欺负人了？说完，苏氏一盆水便朝着刘氏便泼了过去。刘氏见状，赶忙往旁边一跳，刚好躲开了那盆水。苏氏，你这个疯婆娘，竟敢拿水泼我，看我不掐死你！说完，刘氏就张牙舞爪地朝着苏氏奔来。叶晓峰怕娘亲要吃亏，假装成要赶快跑的样子，把一条小凳子带了一下，那小凳子竟不偏不倚地倒在了刘氏的面前。刘氏一时停不下来，一下子绊到了那小凳子，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啃泥。哎呦，痛死我了！这个小兔崽子竟敢阴我！说完，刘氏起身又朝叶晓峰跑去，而叶晓峰早有准备，一溜烟跑进了房子里，把门关上，一边还在房里带着笑声高声道：大姑娘，我是不小心碰到了凳子，不是故意的。刘氏心里那个气啊，先是被苏氏泼脏水，这会儿又被叶晓峰用凳子绊了，摔得脸都肿了。他哪里吞得下这口气？见打不了叶晓峰，他又要去打苏氏。没想到平日里老老实实的苏氏见他过来，这次却不偏不躲，反而迎了上来，一把死死地抱住刘氏，狠狠地把他往外面推。你敢动我儿子，我今天就算是豁出这条命，也要跟你拼了。苏氏平时在家轻活重活都干，有男人一般的力气。那刘氏平时干活能躲则躲，除了嚣张跋扈外，这要是真干起架来，他哪里是苏氏的对手？而叶东则是在一边急得直跺脚，除了能嘴里喊别打了外，什么也做不了。因为这年头男女授受不亲，男人随便碰一下女人那都是罪过，他又不愿意只拖拉自己的妻子，那样就是帮了刘氏了。又见到妻子并不落下风，便只是嘴里大喊住手，腿脚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而这边的动静很快又把在家的叶家人都惊动了过来。叶春有、叶夏、叶秋都在外面干活，叶长生又出去还账了。不只有二嫂周氏和三嫂夏氏，还有婆婆李氏过来了。叶东连忙请2位嫂嫂一人拖一个，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2人分开。我忍你很久了，刘氏，你还真以为我不敢捶你啊？我忍你很久了，刘氏，你还真以为我不敢捶你啊？你们放开我，我今天非得打死这疯婆娘不可！好了，还嫌我们叶家不够乱吗？不够丢丑的吗？都给我消停点！真是反了天了！谁敢再动手？等老头子回来，我让他请家法。你们是吃饱了撑的，还是怎么回事？女人家的居然学会打架了，成什么体统？听李氏这么一说，苏氏和刘氏这才消停了一点。接着李氏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才知道是刘氏今天又来要钱了。心想他要是苏氏，肯定也是忍不了，
但为了这个家，李氏还是两不相帮。老四媳妇，以前可没见你这么暴的脾气，怎么能用水泼你大嫂呢？老大媳妇也是，老四已经把钱交给老头子去还钱去了，这会儿老头子可能都到了你娘家，把钱给还上了，你再问老四媳妇要钱就没有道理了。娘，我有泼他的水吗？你看他身上可有一点水。众人一看，刘氏身上除了一身灰尘，还有红肿的脸庞，确实没有沾上水。你那水是对着我泼的，要不是我躲得快，那我现在全身都是水了。再说，好了，都不要说了。俗话说得好，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虽然我们分了家，但都亲兄弟、亲妯娌，不要因为一点小事伤了和气。还有，老二、老三媳妇也在这里，我老婆子在这里说一句话，以后我们还是要以和为贵。今天这样的事以后再也不许发生。老大媳妇，你想要钱，你就回娘家去看望一下你爹娘，再把那钱由你自己借回来。李氏的话听上去没有偏帮哪一方，可刘氏却因为打架打输了，心里愤愤不平，暗暗发誓要找回这个场子。一场闹剧好不容易收场了。到了下午，刘氏果然去了娘家，而苏氏因为听说苏东方也有了休沐时间，回到了苏家庄，于是一家三口便也打算回一趟苏氏娘家。随即一家人便来到集市上买了一大堆东西后，就高高兴兴地来到了苏家，见到小女儿也回来了，苏战二老更加高兴的不行，一家人杀鸡的杀鸡，宰鸭的宰鸭，今天整个苏家仿佛像过年一般。而就在大家坐一起闲聊时，苏氏便当场拿出钱来，一一还了从大哥和二哥那里借的银子，又把三哥让他转交的那2两银子交到三哥苏东方的手里。众人在听说叶东认识了贵人，赚了一大笔钱后，这才都把钱接了。这外祖一家还真不错，本来家里就穷，却还是想方设法帮爹娘，完全不像叶家的大伯和二伯。以后要是有什么门路，还是尽量帮苏家一把。而就在叶晓峰正想着时，表弟苏昌盛却悄悄过来拉了一下叶晓峰的衣角。表哥，我们捉土蜂去，你去吗？我这里还有一个竹筒。叶晓峰本不想与他们玩这样无聊的游戏，不过转念一想，自己也就是个10多岁的小孩子，还是应该有些小孩子的天性。于是跟爹娘说了一声后，他便与苏昌盛几个小孩子一起出去了，一边走一边还听姥姥在喊他们不要到河边去。出了院门，他就跟几个小孩子一起仔细地在土墙上寻找小孔。咦，这土墙的土似乎与其他的土有所不同啊！叶晓峰见状，又仔细研究起了这土质来。很快，他终于确定了这是一种高铝质粘土，这种粘土最适合做耐火泥了。而循着土墙再往下看，他又看到土墙下面都是一些石头打的犄角，而那些石头也很特别。在仔细端详一番后，叶晓峰瞬间激动不已。原来那些石头竟然全都是石灰石，重大发现啊！有了石灰石和高铝质粘土，那耐火泥就很容易制作出来了。有了耐火泥，就可以制作出煤炭炉了，以后不就可以烧煤做饭了吗？于是叶晓峰见状便赶忙问道：表弟，你知道你们家筑土墙的土是从哪里取来的吗？可苏昌盛却是摇头表示不知道。也是，这墙少说也有20年了，他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知道呢？看来只能问大人了。回到苏家，叶东奇怪叶晓峰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小峰怎么不和表弟他们在外面多玩一会儿？吃饭可还要等1个时辰呢？爹，你快帮我问问老爷，那筑墙用的土和石头是哪里来的？随即叶东便带着叶晓峰找到老丈人问土和石头的事。苏战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告诉叶晓峰，那土就是当年挖屋场挖出来的，也就是说，现在他们住的这房子底下都是这种土。叶晓峰闻言有点泄气，他总不好让人家把房子拆了取土吧？不过还是问道：老爷，那这样的土别的地方还有吗？当然有啊，我们菜园里的土挖深一点就都是这种黄土。叶晓峰一听非常高兴，就要让老爷带他去挖土，可又想起了那些石头。可一问才知道，那些石头还真不是就近取的，因为当年老爷花钱只买了这块地基，后山是苏家庄一个叫苏运贵的，别人不让挖石头，只好从1里外的自家山里挖好了一担一担的挑过来用的。原来如此，那也就是说这些石头是在1里外老爷自家的山里了。现在已经不是了。后来我们又与那家人商量了一下，补了人家1两银子，拿那块山地跟后山这里兑换了。现在后山就是我们自己的了，以前的那块山地已经是苏运贵家的了。老爷，后山这整座山都是咱苏家的吗？怎么可能？就只有屋后到山顶是咱家的，也就是平时需要柴火，那柴火能供得上我们烧火做饭就行了，需要那么多山干嘛？又不好种树卖。老爷，听我爹爹说，你山里有石炭，
那是在现在的山里，还是以前的山里呢？你说石炭啊，后山全是那东西，那东西没用，不是那种铁匠铺里能烧的石炭。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这山不长树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这山里到处是这种黑乎乎的石炭。早知如此，我们真不该跟人家换的。这现在的山里有煤，以前的山里有石灰石，这换山也不亏，最好是把人家那块石灰石山也买下来，那就齐活了。叶晓峰一看还有近1个时辰才能吃饭，于是便请大舅带着他们父子去看以前的山。到山上一看，还真是整片山都是石灰石。之后又用锄头在老爷家的菜园子里挖出来了高铝制粘土，原来这地方的土基本上都是这种土质。然后几人又走到离房子偏北100米处的后山山脚处，清理掉面上的灌木和茅草，用锄头稍微挖开一层表面的泥土，果然露出了黑油油的煤炭。叶晓峰拿出几块来仔细一瞧，不由得笑了出来。因为叶晓峰一眼便看出，这是一种品质极为优良的烟煤，其煤炭含量目测高达85%以上。正因如此，它才不宜直接燃烧，但却是制作焦炭的上佳原材料，同时也能加工成质量优异的煤球，供人们生活使用，并且还是露天煤矿，开采起来也方便。发财了，看来这第2桶金可以从苏家庄这里开始了。看完了这些，叶晓峰除了表现得很兴奋，也没有和大舅他们多说什么。大舅也是好奇心使然地问叶晓峰：小峰，你看这些干什么？大舅，我们能发财了，还是发大财，你信我吗？苏东轩当然不会信一个12岁小孩子说的话，不过还是捧哏的哈哈笑道：信，我们小峰这么聪明，我当然信。而叶东却完全不同，听叶晓峰一说能发大财，当即眼里仿佛能冒出光来。儿子说能发大财，那就一定能，只是真不知道这烧起来又臭又有浓烟的石炭，儿子能怎么让他赚钱？大舅，这里除了这座山，其他的山里有没有石炭？暂时没有发现，应该是没有，因为这些山只有这座山不长大的树木。折腾了一圈回来，刚好开饭了，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推杯换盏，好不高兴。叶东却一直心不在焉地附和着，只想饭局早点结束，和儿子谈谈怎么发大财。叶晓峰一边吃饭，一边也在思考着怎么和老爷家合作开发这后山的煤炭和那另一块山里的石灰石。好不容易等饭局结束了，叶东便迫不及待地把儿子单独喊进了房间里，问儿子怎么能让石炭赚到钱。于是叶晓峰就把他的计划跟老爹说了：爹，我有办法让这后山的石炭燃烧，没有烟也没有臭味，比烧柴火更方便，也更划算。以后家家户户做饭都不用烧柴了，都会烧石炭。你说这石炭是不是能卖钱？可就算你说的石炭能烧，现在农村里大部分人都没有钱，谁会花钱买石炭生火做饭呢？爹，你这就不懂了，农村里没有人买，我们不能卖到县城，卖到府城去吗？那些人都是买柴生火，以后有了我制作的石炭，我成为煤炭，他们就再也不会烧柴火了，你相信我吧？对呀，城里的人反正要买柴烧，而苏家庄距离义安县城也就10多里路，用牛车拖过去也很方便，去府城也可以坐船去。小峰，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叶晓峰闻言便附耳把他的一些想法全告诉了叶东，听得叶东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了。小峰，爹说了，以后都听你的，我们先把你说的这些都安排好，再回赵家村安排一下家里的事后，我们便在这里挖煤赚钱。爹，老爷家的山地只有后山这20多亩的地方，我看这后山其他地方也有煤。明天我们主要就是要尽量把有煤炭的山都买下来。现在农村里的山地不值钱，我们尽量多买些山。还有老爷以前的那块山地我们也要买下来，以后可能有大用。爹都听你的。不过小峰，你看是不是给你娘留几10两银子在家里备用？叶东生怕叶晓峰一口气把300多两银子全买了山，那他又没有安全感了。这个自然。随即一家人又找到了苏东轩，苏东轩也正疑惑叶东一家人在房间里商量什么重大的事情，就见叶东和叶晓峰一家过来找他来了。大哥，后山这整座山除了你们的，我想全部买下来，你觉得那些人会卖吗？大哥，后山这整座山除了你们的，我想全部买下来，你觉得那些人会卖吗？而这话却把苏东轩震惊住了。他是听说了叶东他们给盐场出了个主意，赚了一大笔钱，可具体赚了多少他并不知道。妹夫，你买这山干嘛？这山不长树，也不好种庄稼，就满山的石炭，不能吃，不能用的，你可别乱糟蹋银子了。大哥，你别管我们干什么用，就问一下能不能买到。这座山除了我家有20来亩的地方，其余的就都是苏运贵的。他家的山很多，可苏运贵一家不好打交道，本来不值钱的东西，你要是买他的，他就会漫天要价了。那你觉得他会要多少钱，我们才能买下其余的山？整座山，你是说山的那边也要吗？要。那这山就宽了，起码有100多亩地方，估计会要100两银子。这么贵了，
我说了，本来这山不值这么多钱，要是别人的，顶多60两银子便能买下。但是苏运贵那人，你要不多出钱，他们肯定不会卖的。大舅，我们给你100两银子，你帮我们买下来后面的这整座山和你们以前跟他换的那座山，可以吗？不是，你们买这山到底干嘛？难道真是小峰说的那石炭能发大财？还有我们以前那山里面可没有石炭。大哥，你说对了，我们有办法能让这石炭变成钱。以后你家的和我们买下的山里面，把这些石炭卖出去，能赚很多的钱。你看，能把石头变成银子的事，我们怎么能不干呢？对吧？不过这事你暂时还不能跟别人说。如果你去苏运贵家买这山，就说我们要搬过来住，想买一块柴山。至于以前的那块山地，顺带买回来，我们有其他用处。行，叶东，看来你们是真发财了。但买了山以后，你们还有钱吗？大哥，我们一家3口决定了的事，就算买亏了也没事，反正就是他叶东给人家出了一个主意，加上那东家感恩叶东照顾他，才得了这么些银子。买了山的话，虽然剩余的银子不多了，不过还是够用。见还是没有掏出妹妹家有多少钱，苏东轩也不再纠结这事。次日，苏东轩便带着叶东和叶小峰去找苏运贵买山。果然如他所说，那苏运贵一开始说不管多少钱都不卖，直到叶东给出了80两银子的高价，这才成功买下了2座山。这次签契书，苏东轩帮忙请了苏家庄的李正，还有一个有秀才功名的人做中间人，并且当天就去县衙办理地契转让手续。那县衙的孙知县一开始见是叶东，不由得一怔，还是熟人。一听是来办理山地转让手续的，他便连称今天没有时间，过几天再来。最终还是打发了他10两银子后，他才同意办理。这孙知县还真是黑，办个地契转让手续都要贪10两银子。有了一些这样的贪官污吏，这大荣朝还真不知能走多远。而那苏运贵见叶东为了办一个手续就给了孙知县10两银子，不禁有点后悔，还是要少了钱。真想不到这苏战的小女婿居然还是个有钱人了，可以前也没听说他家女婿这么有钱啊。失策了，被他的表面给迷惑了。失策了，被他的表面给迷惑了。然而现在转让手续都办好了，后悔也没有用了。其实他还不知道，真正让他后悔的还在后面呢。办完了手续，一行人便先回家了，而叶小峰则是让叶东与他一起在县城里逛逛。小峰，你想买什么，爹都帮你买。爹，还真是要买点东西，钱不多，100来两银子就行。什么？叶东一脸吃惊地看着叶小峰，我们家可没有多少个100两银子啊。小峰，你想买什么呢？就买个铺子，要宽一点的。叶东立即明白了，既然要做煤炭生意，那这煤炭要有个地方销售。还是小峰想得周到。于是二人便开始在县城寻找要出售的店铺，找了好久却都没能找到让叶小峰满意的铺子。二人也走累了，抬头一看，竟又转到了县衙这里来了，竟是整整绕了县城1周。此时肚子也饿了，就在两人正想着是不是去找个面馆吃饭时，前头2个15、16岁衣着华丽的少年却引起了叶小峰的注意。郑兄，来你们义安3天了，我今天可得回府城了。谢谢你这几天陪我，你爹的事我会跟我父亲说的。周兄，如此就太感谢了。想我爹在这县城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好几年，若是能得周伯父的提携，我们全家都感激不尽。我带你去我们县城有名的面馆去吃碗面条去。叶小峰闻言，拉着叶东的手就悄悄跟着前面这2个少年。从他们的对话中，叶小峰基本知道那个年龄小的郑姓少年是本县县城的儿子，那个年龄稍大的周姓少年是府城某官员的儿子。想着以后要发展，单靠考科举发展势力的话，时间上得好几年。如果能认识这2个少年，那不就可以借势吗？一个人要发展，必须懂得借势上位，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当官，那关系网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能结交前面这2个少年，那他们背后的势力或可有用得着的地方。而叶东也听到了2个少年的谈话，可他却只觉得这2个少年高不可攀，儿子拉着自己跟着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而叶小峰正冥思苦想着如何与他们搭讪之时，一抬头就见那2个少年已进入了一家面馆，于是叶小峰便提议也去吃碗面条，先吃饱了才好接着再去寻铺子。叶东不知叶小峰有什么打算，但他看到前面那2个少年进了眼前这个面馆，隐约猜想到与那2人有关，便也同意了。这面馆外面看上去普普通通，一走进去，叶东吃了一惊，只见这面馆里面坐满了吃面条的人，个个衣着华丽，一看就都是一些有钱人。就在这时，一个店小二模样的人笑容满面的迎了过来。2位客官，不好意思，里面客满了。此时叶东一想，正好借这个理由退出去，没想到叶小峰却指着旁边包房里一张4人桌说道：“那里不是只有2个人吗？刚好还剩下2个位置，我们坐那里就行。”叶东和店小二顺着叶小峰手指方向看去，正是刚才走在前头的那2个少年坐在那里谈笑风生。显然他们点的面条还没有端上来，
不好意思，二位，那可是2位贵人，不好打扰了人家。要的就是贵人，不是贵人我还不去呢。要的就是贵人，不是贵人我还不去呢。你稍等，我去问一下他们，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坐在那里，我们就进来；如果他们不愿意，我们马上就退回去。那你去吧，要是被人赶出来，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于是叶晓峰便走到那包间前，满脸和煦的笑容，拱手行礼道：打扰2位哥哥了，我和家父想来这里吃碗面条，不想去没有座位了，能否请2位哥哥行个方便，让我们坐到你们对面好吗？话落，2位少年同时露出惊愕的表情，看着眼前的叶晓峰。惊愕是因为2人觉得叶晓峰穿着虽然普通，可说话却是一副富家公子的口吻，于是心下便有点好奇。可是可以，不过你们确定要在这里吃吗？请问2位哥哥，来这里吃面还有什么讲究吗？倒也没有什么讲究，既如此，你们2位坐到对面便是。说完，2人对视一眼，微微一笑，显然他们认为叶晓峰不知道这是哪里，一个穿着这么差的穷人，应该是吃不起这里的面条的。听少年这样一说，叶晓峰不禁疑惑地看向店小二，想让店小二解释一下这是为何。我们这里吃面，每人至少需要2两银子。我的个乖乖，这么贵！叶东一听，吓得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我还当是有什么特殊的规矩，既如此，请小二哥给我们上2碗跟他们一样的面条吧。顿时，那店小二和2位少年都愣住了。店小二又看了看叶东，叶东也只得硬着头皮点了点头。见叶东点了头，店小二这才退下去准备。随即叶晓峰便拉着叶东坐到了2人对面，而此时叶东人还是懵的。等他反应过来，叶晓峰已经让他坐了下来。此时如果拉着儿子再走的话，那也太丢脸了。于是他只好强行镇定地坐了下来，不说是两股战战，却也是如坐针毡，一脸的窘态。那2位少年公子看到叶东这副紧张的样子，再看看神态自若的叶晓峰，不禁好奇地问道：小孩，你们是不是没有来过这里？不瞒2位哥哥，我是第一次进县城，听那小二说你们是2位贵人，我就想见见贵人长什么模样，就强拉着我爹爹坐到这里来了，请2位哥哥不要怪罪才好。有意思，第一次听人当面说我们是贵人。小孩，说说看为什么想见贵人？常常听大人们说，出门在外要有贵人相助，我们来县城办事，事没办好，正需要贵人相助，想来碰碰运气。再说我自己以后也会是贵人的。哈哈，越来越有意思了，原来这小孩是这样理解贵人的。不对，他说他自己以后也会是贵人的，那就是说他认为自己以后也能帮助别人，还是好吧，或许你们今天是真的遇到贵人了。我旁边这位便是咱义安县县城的公子，姓郑。叶晓峰闻言连忙站起身来，拱手一礼道：叶晓峰拜见郑公子贵人。随即他又朝另一位少年拱手道：拜见这位贵人。他是县城的公子，你称他贵人，我都没有介绍自己，你怎么称我为贵人呢？我观郑公子为你马首是瞻，必然你就是贵人了。小孩，你今年几岁？可读过书？小孩，你今年几岁？可读过书？小可去年7月满的12岁，还未曾入学。真是个有趣的农家小孩，叶晓峰对吧？你小小年纪穿着普通，未曾入学却谈吐不凡。既然如此，我们就当一回贵人。我姓周，来自府城，不知2位来县城有何贵干？是这样的，2位哥哥，我本是与父亲来县城想买个铺子的，没想转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还请2位公子帮忙指点一二，小可感谢不尽。随即那周公子便用询问的眼神看了看郑公子，郑公子会意的点了点头。原来是帮这么个忙啊，那你们想买个什么样的铺子呢？我想买个有2间铺面，带4间以上卧房，后面要有不少于1亩土地，还要有水井的，如果买不到租也可以。而说来也巧，郑公子自家还正好有一个这样的铺子，租金到期了还没有租出去。那铺子后面的土地是种菜用的，他父亲正有打算把这房子卖了换钱去买田地。可这郑公子又一想，这2人能买得起吗？他父亲可说那铺子不能少于100两银子。小弟弟，你说的要求，我家正好有一处，家父也说了想卖了换些田地，只是这价钱还请郑公子帮忙跟令尊说好话。我们是农人，家里没多少钱，能便宜一点我们感激不尽。不，郑公子，只要房子合适，令尊说多少就多少，我们不还价，买得起我们就买，买不起的话我们先租，等有了钱再买。爹，郑公子是贵人，以后随便帮我们一点忙，那我们就赚大了。格局，这就是格局。叶东还算是赵家村里有格局的人，可发现在儿子面前他什么都不是。不过他很快也明白儿子的意思了，便连连点头道：对，我儿子说的对，是我小气了。而周公子和郑公子都很奇怪，这父子2人居然是一个12岁的小孩说了算，可真是遇到怪事了。而且这小孩看起来还真是了不起，估计要100两银子左右，不知你们是否为难？叶东闻言明显松了一口气，忙笑着道：不为难。周公子和郑公子不由得愣了一下，没想到这2个看上去穿着挺穷的农民居然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铺子，而他们买了铺子肯定还得经营，果然是人不可貌相啊。
正说着，二位少爷的面条和小吃都端上来了。叶晓峰看了看他们点的面条和小吃，偷偷问叶东要20两银子。右富尔对叶东说了一句什么，叶东有点不情愿，却还是把银子偷偷给了他。二位公子慢吃，我出去一下。二位少年只当叶晓峰要去如厕，便笑着摆了摆手。而这边的叶晓峰却是来到那柜台前，问那2位少年的面条是多少钱。掌柜的看了看记录单道，2人共6两银子。叶晓峰闻言便把12两银子交了过去，顺便把自己与父亲的单也买了。而等2位少年都吃完面后，那郑公子便向店小二招手结账。郑公子，你对面这位公子已经帮你们结过账了。顿时郑公子和周公子都吃惊地看着叶晓峰，又看了看叶东。谢谢2位哥哥愿意帮我买铺子，不管成与不成，且当与2位哥哥结个善缘。这老弟，看来这忙不帮也得帮啊。这样，如果你家那铺子他们看得上，我让郑大人卖我一个面子，给将20两银子。这样，如果你家那铺子他们看得上，我让郑大人卖我一个面子，给将20两银子。叶晓峰闻言连忙要放下碗筷行礼致谢，却被周公子示意他们坐着不要动。父子2人见状，快速把面条吃完，然后便匆匆跟着周正2位公子出了门。一出门，步行不到200米，2位少年果然到了县衙门。2位公子，我与父亲就在外面等着你们，烦请跟你们父亲问询一声。2人点了点头同意了，并表示必不会让他们等得太久后便进去了。见2人进了门，叶东这才好奇地问叶晓峰：小峰，为什么铺子要4间卧房，后面还要带1亩左右的土地呢？爹，我们的铺子是用来做煤炭生意的，那煤炭不能直接烧，必须把煤炭加土，再加水搅拌成煤泥，后面那1亩来土地和水井就是用来取土和水制成煤泥的，然后还要用专门制作藕煤的工具制成藕煤，并且还要把藕煤晾干才能放在煤炭炉子里燃烧，所以后面需要那么宽的地方。前面这2间铺子，一间专门卖藕煤，另一间铺子卖煤炭炉子。那郑公子和周公子我们一定要交好，以后他们可以帮着我们进行宣传，1传10，10传100，这样县城有钱人家就都会在我们这里买藕煤和煤炭炉子，以后各家各户就都需要，将来这会是个长期稳定的生意。我们还需要雇人做事，所以就还需要卧房。这又是工具又是藕煤的，听得叶东一愣一愣的。爹，你就不用管了，按我说的做，一定能赚钱的。而周正2位公子果然没有让叶晓峰他们等得太久。没多久，一个身穿县城官服、40来岁年纪的官员出来了，后面跟着的正是周公子和郑公子。叶东和叶晓峰见状连忙行跪拜礼，拜见郑大人，小人叶东，这是我儿子叶晓峰。快请起，周公子与我儿子都很看好这小孩，我也就想好好见见。小可拜见郑大人，谢谢2位公子看得起小可。哈哈哈，果然不凡。行，既如此，我们便一起去看看那铺子去吧。随即，一行人便跟着郑县城来到了不到1里地外的铺子旁。铺子是一栋2层的木质房子，外面是2间铺面，里面是2间房，一间是灶房，另一间摆了一张饭桌，就相当是餐厅了。楼上面共有6个房间。转到房子后面是一口水井，一条小水沟有井水不断流到后面的菜土里。现在是2月底，菜地里只有一些萝卜、蒜苗、油菜、白菜等，绿油油的一大片。叶晓峰对这里非常满意，特别是后面那块地，足有2亩有余，便问多少钱可以买下。哈哈哈！不瞒2位，原来我是打算最低不能少于100两银子。不过看在周公子的面子上，你们如果看得上，连同房子里面的东西，还有后面的这些菜一起，就给80两银子好了。你们看行吗？这周公子果然有面子，那小峰就谢过郑大人和周公子了。小峰老弟，你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少年，小年纪谈吐不凡，一言一行都让我啧称奇。以后你们若是买下了这里，只要来宜安，我就到这里来看你。你如果去府城，也可来府衙找我，我叫周伟聪，记住了。叶晓峰闻言心中大喜，果然是位贵人。既然是住在府衙内，那他的父亲的官职至少比县城要大。你既然喊我一声老弟，那老弟我就顺着杆子往上爬，叫声周哥哥了。他日若有机会前往府城，一定前来叨扰。周维聪赶忙扶住叶晓峰，哈，你这个叶老弟我认下了。郑公子见状也连忙走了过来。小峰老弟，我叫郑思年，你这个兄弟我也认下了，以后在县城我可经常来找你的。思年哥哥，小弟求之不得。哈哈哈，果然是一个又懂礼数又能说会道的少年，叶晓峰是吧？我也记住你的名字了，不错，真不错。随即双方便决定一起去县衙，一边签契约文书，一边直接办理房契转交手续。而周公子与郑公子一听他们要去办正事，便先行告辞了。而叶东、叶晓峰则跟着郑县城又来到了孙知府那里，行过跪拜大礼。那孙知县吃惊地看着叶东父子，他们上午不是刚买了2块山地吗？下午又买了郑县城的铺子，一天就花了近200两银子，
还真是人不可貌相。以前他们与张二流子打官司的时候输了50两银子时，那个悲痛欲绝的样子现在还历历在目。这才过去多久的时间啊，居然是又买山又买房买地的，哼，真是刁民。不过也没有多问，看在郑县城的面子上，这次是痛快的把房契地契都给办好了。随即叶东父子交完钱后，便高兴的拿着房契地契和钥匙离开了。出了县衙，叶晓峰又花了30两银子买了一架崭新的牛车后，父子二人这才高高兴兴的赶着牛车往苏家庄去。而苏家庄这边，苏运贵一早回到苏家庄时，就把与叶东办完了山地转让手续的事跟苏东轩说。至此，苏家人已经知道叶东买下了2块山地，花了80两银子，只是他们父子二人还要在街上逛逛再回家。而叶东父子二人赶着牛车回来时，众人这才恍然，原来他们不仅仅是逛街，而是买牛车去了。第二天一早，叶东一家3人便收拾行囊，赶着牛车回到了赵家村。可回到村口时，大家却并没有像叶东想的那样非常羡慕的问这问那，反而是一副异样的眼神看着他。叶东明显感到这气氛有点不对劲，便问他们是不是村里发生什么了。你还是先赶紧回家看看再说吧。叶东看着那些人欲言又止的表情，又看到有的人眼里露出了同情的眼神，心里竟无来由的有点发慌。还没到家，就见到叶秋着急的小跑着来到了叶东的面前。见到叶东赶着牛车，却没有问牛车的事，反而问叶东：老四，你们昨天怎么不回家啊？家里发生大事了？